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坐吧。纯贵妃，本宫这儿有珊瑚笔架一个，湖笔一套，永荣正在练字，等下你带回去便是。皇后娘娘的关爱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嘉嫔今日为贺皇后娘娘正位中宫之喜，打扮的可真是娇艳啊！臣妾等侍奉皇后娘娘，穿戴再好，也只是博皇后娘娘一笑罢了。今儿嘉嫔穿这么身鲜艳衣裳，难道也是讨皇后娘娘欢喜吗？令嫔一心只想讨好皇后，可本宫心里只惦记着皇上说过喜欢本宫穿红色。皇后娘娘不会怪臣妾吧？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，嘉嫔惦记着皇上，等同于惦记着本宫。皇后娘娘是新后，可这翊坤宫是旧典，意为辅佐之意，指辅佐中宫坤宁。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，怎么还住着辅佐之殿呢？嘉嫔身在嫔位，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。皇后便是皇后，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，不管住在哪里，都是皇上的正妻。虽说都是正妻，但这续娶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。对了，纯贵妃，你是汉军旗出身，你自然记得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是叫续弦，还是填房来着？嘉嫔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。刻薄归刻薄，说的却是真话。嘉嫔说的是真话，本宫确为继后。只是嘉嫔也需明白，无论是你说的续弦还是填房，如今是谁坐在后位上才是最要紧的。嘉嫔未曾做过后位，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。这么着吧，本宫昨日封后大喜，今儿也高兴。既然嘉嫔如此在意名分，本宫就复你贵妃之位。不是皇上的意思，后宫之事由本宫做主。嘉贵妃，还不赶快起身谢皇后娘娘的恩典？谢过皇后。纯贵妃，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，从今往后也要助本宫约束众人，谨记宫规。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起来吧。容佩，在。去把本宫赏赐给纯贵妃和嘉贵妃的耳坠呈上来。是。左边是纯贵妃的，右边是金玉妍的。好，皇后娘娘留你在，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。纯贵妃为尊，您为先。这副是皇后娘娘赠与纯贵妃的。这玛瑙明珠耳坠真是华贵，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这一副是皇后娘娘赏嘉贵妃的。这是红玉髓的耳坠，
怎么，嘉贵妃不愿意领受皇后娘娘的心意吗？皇后娘娘赏赐的耳坠，臣妾即刻便戴上，以表敬重。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回去自会带上。嘉贵妃若是真有心，此刻带上便是了。您可别忘了，您这贵妃之位还是皇后娘娘给您赋的呢。孝贤皇后在世时最忌奢侈，如此华贵的耳坠，臣妾实不敢收。红玉髓不如玛瑙珍贵，那是因为纯贵妃资历深厚，儿女双全，地位该在嘉贵妃之上。这也是本宫的不是，以为在宫中尽人皆知，所以没有一早告诉嘉贵妃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，也叫嘉贵妃觉得红玉髓是华贵之物，并可用来一步登天。我们蒙汉女子哪里会分不清玛瑙和红玉髓呀？就连妹妹出身寒微，也知道这个。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不需要你来提点。皇后娘娘的用意，臣妾明白了。你明白吗？你明白什么是对错，什么是是非，什么是安分守己吗？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坠，就是要时刻提醒你，不要生事惹祸，辜负了本宫的深意。这耳坠穿孔的针深，比寻常的粗了2倍不止。臣妾的耳洞太细，穿不过去。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嘉贵妃，穿不穿得进是奴婢的本事，肯不肯让奴婢穿，便是嘉贵妃自己的心意。贵妃复位来之不易，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。仔细你的爪子，小心伤了本宫。嘉贵妃，您得忍着点儿，为了记住教训，总得吃些苦头。疼死本宫了！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？手爪子？嘉贵妃当初把索溪送到慎刑司，自己是没做什么，可慎刑司那些奴才，不就是嘉贵妃您的手爪子吗？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，奴婢不知道。可是现在奴婢的手爪子不听奴婢使唤了，非要钻您的耳朵，您说怎么办？皇后，你就看着你的奴才欺凌臣妾吗？嘉贵妃，您身为妃嫔，皇后娘娘身为中宫，只能教导，不能责罚，何来欺凌呢？皇后，所幸的腿坏了，是慎刑司的人下手太重，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，如今连皇上都不计较了，您还要怪臣妾吗？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，这是赏赐，不是惩罚。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来报自己的私仇，嘉贵妃可别会错了意。臣妾不服。本宫是皇后，坐在了你最想坐的凤位上，所以对你赏也是罚，罚也是赏。就像皇上对御史逼死发妻的那位王爷是一样的。就算是王爷做错了，皇上也责罚过了。
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。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，作为嫔妃，说话不用敬语，还穿着正红冲撞中宫。嘉贵妃，你再尊贵，再远道而来，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，都是妾罢了。臣妾也曾听说，这御氏一族遵守儒法，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室的奴婢，妾室的孩子也就是正室孩子的奴婢。怎么嘉贵妃离开了母族，就尊卑不分了呢？本宫只想提醒你，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，还有你的2位皇子。你仔仔细细的想明白了。嘉贵妃，您别再挣扎乱动了，否则就是您自己不小心伤的耳朵。再说了，您规规矩矩一些，奴婢很快就给您带上了，您也少受些罪。大伙儿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本宫也觉得好看。不过，疼吗？皇后娘娘明知故问。疼就好，疼才记得教训。丽心，你可要回去好好的照顾嘉贵妃啊，别像珍淑一样，一个不小心便被打发了出去。珍淑有御氏母族可回，你可没有。是。嘉贵妃，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，要留，别留在奴婢面前。在奴婢心里，您的眼泪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。但您若要把您的泪珠子甩到皇上跟前去，那奴婢也得当着各位主的面回清楚了。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，是奴婢给您带上的。若是伤着碰着，您尽管冲着奴婢来，奴婢没二话。但您若要把脏水往皇后娘娘身上泼，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。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，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您自己做过的那些亏心事，这也是该受着的。臣妾等眼见耳闻，绝非皇后娘娘之责。容佩，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都拿上来吧。是。主忍一忍，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别摘了。主儿，您今日受委屈，旁人都看笑话呢。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张王败寇，他羞辱我也便罢了，他竟然平白无故的提起王爷。王爷也是他被提的，不成，
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，我绝不允许他在皇上面前对王爷说三道四。主，今日皇后娘娘只是训导你，动手的是容佩，皇上要怪也是怪不到皇后娘娘头上的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主，娘娘，您实在不必为了奴婢当面惩罚嘉贵妃的。那时候你从慎刑司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，本宫就说过不会让你白白的受了这个苦。只是再怎么惩罚嘉贵妃，也换不回你那条腿。奴婢一切都好，真的，娘娘不必为奴婢担心。娘娘一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，奴婢只希望娘娘能够平安顺遂。不要因为奴婢而产生什么差池才好。姐姐一步一步从妃妾的位子艰难上来，也是需要宽严并济、制衡于下的。今日，姐姐安抚了纯贵妃，弹压了嘉贵妃，让众人知道什么是赏罚，做的也是极对的。再者，如今姐姐贵为皇后，是中宫，对着嫔妃，只要有理有据，再怎么教导也不为过。就算嘉贵妃告到了皇上跟前，皇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所以索性，你不必过于担心。宽严并济，本宫心里有数的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如意啊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正想去瞧你呢。来，坐。那臣妾和皇上是心有灵犀了。那可不，皇后娘娘来的正是时候。皇上听嘉贵妃聒噪了半天，怕也是累了。臣妾正好熬了百合羹，皇上尝尝。哦，百合好啊，百合寓意呢百年好合的意思，是个好意头。你也尝尝，好喝吗？味道不错。如意啊，方才嘉贵妃来养心殿见朕，哭哭啼啼的，说你弄伤了她的耳垂。皇上既然知道了，臣妾就不必多言了。嘉贵妃一直对你不逊，如今你初登后位，如果不加以弹压的话，只怕她往后难以压制啊。皇上，臣妾不只是要提点嘉贵妃，而是要压制后宫里仰仗母族的风气。皇上因为遇事对嘉贵妃一直格外开恩，他不仅不感念皇恩，还觉得可以仰仗母族，在后宫里任意妄为。这个嘉贵妃对御史的心思，简直比对朕还重。之前也是因为她为御史王爷大悲大痛，纠缠求情，才致9阿哥难产夭折。如今她又出言不逊，朕已经罚她到奉先殿，对着列祖列宗思过了。皇上明断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如意，来。过些日子就是朕的万寿节了，朕想着给你准备一份礼物。皇上的万寿节该是臣妾送贺礼给皇上，皇上怎么倒过来了？如意啊，你在冷宫待了那么多年，苦不堪言。而冷宫里呢，那些多半是先帝留下来的遗妃，朕已经下旨了，将他们挪去热河行宫好生养老，让他们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。皇上的意思是？朕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没有冷宫，宫中的夫妻一心，绝对没有情绝相弃之事。
皇上情深义重，六宫同沐恩泽。如意啊，这不只是为了六宫，更是为了你。你如今已是皇后了，这回追封你的阿玛纳尔部为一等承恩宫，你的额娘呢，就为承恩宫夫人。过些时日，这会安排你额娘进宫探望你，你们母女俩好好聚聚。臣妾谢皇上为臣妾想得周全。如意啊，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，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画了。朕已经叫郎世宁准备了，咱们可以同在画中，相依到老。过些时日呢，朕想带你去五台山烧香，想去夜祖祭灵，想去告慰列祖列宗，告慰天地。咱们还有好多地方要一块儿去呢。皇上，兰托千岭福佳气，日上群峰吐紫烟。如意啊，走在这苍茫天地间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万岁天外云卷云舒，好不快意啊！皇上，您就带臣妾一个人出来，不大合规矩啊。朕想单独和你待一会儿。不算是偏宠吗？朕是这世间的皇帝，你是朕名正言顺的皇后。朕带你出来，看看美好的景色，有何不可？来，答应朕，要陪朕一直这么走下去。主儿，自您被皇后娘娘穿耳受辱，皇上不仅不为您做主，还日日让您来这奉仙殿罚跪，为9阿哥早上思过。这次夜祖祭灵，巡幸松落，皇上也不带着您。皇上与皇后新婚燕尔，旁人去了也不过是陪衬，本宫去受那份辛苦做什么？这奉仙殿挺好，本宫看着这列祖列宗的画像，挺有指望。主儿，您说什么呢？这挂着的画像，都是大清历代的皇帝。本宫盼着有一天，我的儿子也能像他们一样，成为大清继位的皇帝。承恩宫夫人，皇上特意嘱咐，您年岁渐大，以后都坐轿入宫。谢皇上厚爱。快到翊坤宫了，皇后娘娘怕是等急了。额娘，请受女儿一拜。皇后娘娘快请起，妾身受不起。先受女儿一拜，再当女儿是皇后吧。皇后娘娘，快请起。
让妾身先国礼吧。妾身请皇后娘娘万安。快起来吧，额娘，快起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对你好吧？此番一路和皇上夜宿祭林，寻衅松落，辛苦不辛苦？女儿和皇上一块儿不辛苦的。只要你过得好，额娘就安心了。来，额娘坐，坐这儿。你快坐。夫人，娘娘一早就嘱咐了，这些都是素日您最爱吃的点心。好，好。皇后娘娘至诚至孝，娘娘得以封后，乌拉那拉家续上往日的荣光。你阿玛和姑母在九泉之下，也可瞑目了。你这一路走来有多难，额娘看在眼里，真的心疼。当皇后必有皇后的难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想想你姑母最后几年，额娘真的好怕。额娘，女儿会小心的，皇上也会好好待女儿的。皇上疼你，最是紧要的。你封了皇后，到府里来给你小妹求娶的人家，都踏破了门槛儿，个个都是重臣显贵。额娘，女儿家能嫁一个疼惜她的如意郎君便好，未必需要豪门显赫。娘娘说的很是，我也是这般想，免得沾染了富贵权势，倒让皇上觉得咱们不安分。额娘明白我就好，弟弟也是承袭爵位就好，不要沾染到官场里边来。都听娘娘的。额娘，吃点点心吧。哎。手是不是有点凉啊？不凉。皇上，你跟皇后娘娘握着手的姿势非常好。好啊，那你就画下来，看朕与皇后如何执手相看两不厌。好的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。是不合规矩，但合朕与你的心意。好啊！皇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这朱尔莫特纳木扎叛乱，岳钟琪啊，立刻率兵平定。朕倒要看看还有谁敢不驯服他。有皇上的龙威在，谁能不被驯服啊？皇上，令嫔娘娘说新学了乐琴，想要弹奏给皇上听，已经在外头候着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
臣妾请皇上万安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淑嫔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主这几日一直头晕不适，昨日贪新鲜吃了半个贡梨，结果还吐了半夜。哟，这该不会是遇喜了吧？当然不会。臣妾体弱，皇上赏的坐胎药喝了这么些年，也未有动静。太医是说过，臣妾子嗣渊博。李煜啊，奴才在。传齐汝。这。如何？恭喜皇上，淑嫔娘娘的脉象是喜脉，已经2个月了。真的？确定无误。好，甚好。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淑嫔，恭喜皇上。盼了这么些年了，本都以为没了指望，这半年来连坐胎药都是有一碗没一碗的喝着，谁能想到竟然真的有了？那是你情真意切，老天眷顾，遂了你的心愿。啊，那坐胎药本是强壮底子后助孕的。淑嫔娘娘服用多时，身体健壮了，自然是有喜了。齐太医说的是，那本宫之后的身孕就有劳齐太医了。是，还请皇上允准。啊，既然你喜欢，朕就让齐汝照顾你便是了。你嫔位多年了，如今遇喜，就晋为妃位吧。臣妾多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恭喜淑妃姐姐。今天妹妹来的还真是巧，真想沾沾姐姐的喜气啊。多谢令嫔。皇上，那臣妾便先回去休息了。好。皇上，臣妾陪淑妃妹妹一起回去，她刚刚有孕，别疏漏了什么才好。皇后有心了。齐汝在。怎么回事？淑妃娘娘突然遇喜，想必是那坐胎药没有按时喝下的缘故。皇上您仁心，所以那坐胎药的药性是极为温和的，并非是绝育之物。每次临幸后喝下，可保无虞。从前都是进宝看着淑妃喝下的，可谁知淑妃竟然悄悄地停了。淑妃是不是知道这坐胎药不妥？那未必。想是淑妃娘娘对子嗣之事已不再指望，所以没有按时喝下，反倒是意外得子。臣请旨，淑妃娘娘身孕之事，该如何处置？稚子无辜啊。罢了。他既有福气遇喜，保住孩子，替淑妃好好照顾龙胎。是。听纯贵妃说，刚遇喜的时候会怕冷，你那被窝要换得柔和厚实些。御膳房也会天天送滋补的汤饮过来。姐姐喜欢用什么，我亲自给你准备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多谢令嫔。你也真是太不仔细了，自己有了身子都不知道。太医总说臣妾身子孱弱是不能有的，哪里想得到有今日呢？
姐姐得宠多年，这玉玺是迟早的事儿。入宫这么多年，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了身孕。这个孩子是我和皇上的骨血融合而成，从此后，这天地间就有了我与皇上不可分割的连结。只有这样，才不枉我来这一场。看着淑妃姐姐如愿以偿，臣妾是为她高兴，但心里也是忍不住发酸。不瞒您说，淑妃姐姐喝着坐胎药，臣妾也一样喝了。你哪儿得的方子？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求死心切，找人寻了淑妃姐姐的药渣，自己悄悄配制的。可喝了这么多年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也是求子心切，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淑妃玉玺未必靠的是药，不如你如淑妃般把药停一停，养一养身子，心血就有了。但愿能和淑妃姐姐一样，得上苍垂爱。怎么了，主？这都是药啊！怎么能这么喝的，主？不行，淑妃都遇袭了，怎么本宫还没动静呢？主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当初淑妃怎么喝都没怀上，如今不喝了，反倒就有了呢？你胡说些什么？奴婢也说不上来。但主，您就先把药停一停吧，把这药渣送到宫外，给宫外的大夫瞧瞧。你是疑心，这药不对。奴婢也不清楚，但总觉得多留心眼儿吧。谁让淑妃是把药停了才遇袭的呢？好，这件事情，本宫叫你去办，办好了郑重有赏。时隔这么多年，哀家以为淑妃能够得宠不衰，就已经不错了。这还突然有了，皇上宠爱了淑主那么多年，也放下心了。人非草木，淑妃一片痴心，皇帝总该明白。唉，淑主呀，是贵在太痴心，才不肯像梅嫔那样为太后探听消息，为您进言。淑主也是可怜，不知道皇上这些年一直防着她呢。不知道有时候比知道强。糊涂啊，未必不是福气。至于淑妃一直不大肯为哀家做事，甚是个不听话的棋子。哎呀，以后有了孩子，淑主的心呀更向着皇上了。那要是孩子生下来就归哀家抚养呢？那淑主一定会乖乖听话的。傅家，前几日山东巡抚进贡来的东阿胶，你去送给淑妃，让她好好养身子，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。是。春蝉姐姐，上回您托我给您问的方子，这回我出宫采买东西时，一并交给您的姑母了。这个是您姑母给您的回信，就是我不太识字，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这是我自己看病的一个偏方，但是只有家里人知道。哎呀，辛苦公公了。哎，谢谢春蝉姐姐。
会的，春蝉，你姑母找的什么大夫？不会是什么江湖游医，随便看了看就拿到本宫这来应付？没有，奴婢和姑母怎敢？找的都是京城中最有名的大夫看的，姑母不放心，还多找了3、4家呢。阿珠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。珠儿，咱们这回可是吃了大亏了。是吃了大亏了，偏偏这亏还是自己找的。不过，淑妃停了半年就怀上了，咱们赶紧把这药停了，就没事了。淑妃的，为什么停药了？那她不喝，为什么不告诉本宫呢？不会的，咱们这药是悄悄喝的，她不会知道的。倒是皇后，您在她跟前是说过这事儿的。是啊，皇后屡次见到本宫和淑妃，都要提起少喝坐胎药，最好不喝。看来皇后也是知道此事的。珠儿可是为了皇后娘娘，又是跪求皇上，又是整治嘉贵妃的呀。本宫做小福帝，奉承示好，却换不来皇后一句真心话。这皇后真是铁石心肠。淑妃的孩子来之不易，务必精心照顾。是，太后，微臣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臣自20几岁入宫，时至如今，算起来也40年有余了。不敢说世家有功，也算是兢兢业业、尽心尽力了。如今，臣已是老眼昏花了。臣想侍奉完淑妃娘娘平安生产，便想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了。你在宫里辛苦了一世，既照顾了皇帝、孝贤皇后，又替哀家尽心。等淑妃生下孩子后，哀家许你回家养老。臣谢太后天恩。你又见到齐汝到皇娘的宫里去了？是，有好几回了。这不是太医请安问脉的时候，而且齐太医身边没有跟着随侍的太医院内监，所以奴婢觉得奇怪。齐汝是伺候朕的太医，跑到慈宁宫去做什么？皇上可还记得，淑妃是太后送给皇上的人，而淑妃停喝了齐太医开的坐胎药，才有孕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齐汝有意将此事泄露给淑妃，让她有孕？想来齐汝不敢，否则按淑妃的性子，早就闹起来了。此事总有蹊跷。朕记得惠贤皇贵妃说过，齐汝替她医治，越医越病，不得子嗣。但要是没有朕的吩咐，齐汝怎么敢这么做呢？惠贤皇贵妃的阿玛曾促成端淑长公主远嫁之事，太后心里一直不快。难不成皇额娘一早就安排齐汝对惠贤皇贵妃下手了？朕身边的人竟这般为皇额娘周旋，连朕的嫔妃都敢暗害。皇上，奴婢先去彻查清楚这件事儿。若真的是齐太医违背了皇上的心愿，暗害了惠贤皇贵妃，到时皇上再处置不迟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
自去岁以来，朝中一切安定，边地虽有骚乱，但迅速平定。如今政通人和，朕打算奉皇太后南巡江浙，沿途体察民情。你们都说这天下富庶安定，可这富庶安定，朕都是在奏折上看到的，未曾眼见。圣祖也曾南巡，与官民同乐，朕是圣祖的子孙，理应效仿。皇上圣明。太后说这是皇上第一次南巡，巡幸的地方又是江南燕柔之地，陪同的嫔妃除了本宫之外，都是汉军旗。六宫的事儿还是于妃料理着，她会好好照顾你。多谢皇后娘娘美意。你看你现在肚子都那么大了，孩子也会动了，多好。想来臣妾第一次见到皇上时，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哪知日后真能到皇上身边，还能有皇上的孩子。臣妾知道，皇上喜欢诗词汉墨，又懂得琴棋书画，就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不会的。原来我熟读诗书，就是为了要走到这个倾慕的人身边去。本宫也是替你高兴。这满宫上下这么些人，他们看皇上的眼神，他们的笑，都是赤裸裸的欲望。就只有您看皇上的眼神，和臣妾是一样的。主害喜的厉害，来，还是好好养生吧。你是头胎，是会辛苦些。本该留下江雨冰伺候你，可他得皇上信任，要跟着皇上南巡。可惜，你可要格外仔细呀。是。皇后娘娘关切，于妃姐姐细心，不会有碍的。本宫这次跟着皇上南巡，永琪也还小，所以只能托给于妃照顾。她又要料理后宫，未必可以事事齐全。你要是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，就告诉于妃，她会差人递消息给本宫的。这个孩子是臣妾与皇上情谊的见证，臣妾定会好好爱护。信女叶赫那拉氏得蒙圣眷，但求平安生子，与皇上恩情如旧，绝无反复。都说女子有孕会拥主变丑，可淑妃依旧貌美如旧啊。她得宠不就是因为她的美貌吗？若美貌没了，可怎么办好呢？除了于妃，皇后最疼惜淑妃了，也该让皇后心疼自己在意的人吧。主暂且无需记挂这些。此次您随皇上南巡，抓住皇上的心才更要紧。皇上，奴婢查得惠贤皇贵妃用过的方子，悄悄找宫外的大夫问了，都说没问题。惠贤皇贵妃当年病重，药方没问题，问题也就出在药上。惠贤皇贵妃的药都是齐太医自己亲手配的，从不让旁人经手。这里面似乎是有蹊跷。齐汝为了可以讨皇娘的欢心，就违背朕的意思，让淑妃有孕，让惠贤皇贵妃身死。那要是朕与皇娘有了嫌隙，他会帮谁呢？皇上，齐汝的心思，
朕不敢赌，也不愿意赌。朕的身边用了那么久的人，都可以违背朕，朕的身边真没有可信之人了。皇上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照例朕出巡，都会带着齐汝。朕倒要看看，齐汝一身的医术，能治得了别人，能不能也治得了自己？